好，来看一下，今天我老师给大伙带来一个可以让咱们新手啊去玩的这么一个游戏啊。这个游戏呢叫做《合金弹头3之鬼舞佐马介版》啊。这个版本听起来你可能看不懂，但是看屏幕上有个2你就知道。这个防弹衣啊，有防弹衣，咱们选的不是 Margo， 咱们选的是 Tarma 啊。这个3代的改版呢，是整个这个所有改版当中最多的一个版本，不仅有什么商店版啊、轻版、多功能版、什么敌兵重置版，哎呀，各种版本都有。咱们可以看到，扔的这个雷是电池啊，设计的非常逗啊。操作者呢是来自于无乃这个黑暗子龙。这个版本呢，由于你看啊，这个都是那种类似于像轻版这种类型的感觉。然后呢，有2的话就是有防弹衣。这也是合金弹头这个后面几个版本啊独创的，比如说像拉尔夫，对吧？一打完之后突然一个立正啊，就是这种意思。这个版本呢，其实特别之处啊也没什么太特别的吧啊，咱们就是娱乐娱乐啊，把这些所有的版本都跟大家伙讲一讲。合金弹头3呢是合金弹头最精彩的版本，没有之一，经典谈不上，因为插代是最经典的，但是呢最精彩的呢3代毋庸置疑，兄弟们啊，毋庸置疑的啊，最精彩的。好，那咱们还是可以换枪啊，这个不用多说。一命通关呢是所有玩3代的这个玩家呢最想要的，因为你只有一命通关了才能够，对吧？有这个，对吧？你才能说自己会玩。这个游戏呢也是合金弹头最难的一代啊。当然呢，这个版本咱们就不多说了。你看，尤其是可以存枪，外加呢咱们可以扔雷，对吧？就是这个情况啊，所以说没什么问题。我们看看啊，合金弹头3啊。这个叫合金弹头3之鬼舞佐马介，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可以看到啊，基本上啊，这个每次的这个大螃蟹都非常惨，一个自爆，扔雷。很多人说怎么跳着倒着走啊？怎么跳着倒着走？不知道啊。最后一个雷，别把雷扔掉的啊！啊，这个 BOSS 的血量还是蛮多，因为玩的是最高难度啊，所以说你懂的，对吧？啊。2代最经典，经典是叉代最经典啊，因为2代呢，官方认为它优化的不够好，所以说出了一个叉代呢，也确实是啊，优化的比2代要稍微好一点。2代呢有点卡，你知道吧？2代确实有点卡啊！噔噔噔噔噔哒，噔噔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你走不走？哎，发生什么事了啊？好，它这里面这个雷设计的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电池啊，就那个电池特别狠。大家看一下这个女丧尸，这个女性的丧尸啊，大家我看起来可能觉得很恶心。如果你看过设计者那个原图的话，我会告诉你啊，那个设计者那个原图特别的好看，就是就这个女的。这个女的在没有变丧尸之前，你可以看到啊，确实好看的啊。噔噔噔噔。每当月圆之夜啊，其实这个 C 这个子弹虽然说啊这个伤害不高，但其实对于菜鸟来说啊非常喜欢这种跟踪子弹的。你说如果你把 C 的子弹的伤害加到最高，然后调成无限的，哎，你看这个是他我感觉他是他特意的啊，这明显他是特意往子弹上撞，这就是那个防弹衣，这个就是防弹衣啊，有这个防弹衣的设定啊。哇，这个我操，这个 F 的子弹。他跳起来朝下，那个伤害特别高，跳起来朝下的啊。
好，你看跳起来朝下，这个有点像燃烧弹啊！一刀就死。好，强制让自己先变成丧尸状态啊！防弹衣怎么恢复？现在已经没有防弹衣了，看不看见？但是你还是变成丧尸了。咱们没有防弹衣，但还是会变成丧尸的啊。然后呢，刚才我跟大家伙说一下，你看这个伤害，这个伤害不对劲儿啊！往前走，走到那个 H 那个地方，然后回身啊，然后再然后准备好，再往前一点，哎，对，好嘞，啊，然后再来一个然后再来一个然后就结束了啊。哎，他打的不太满吧？站的位置不对，不能啊。那这个 boss 还是血量变多了啊！啊，这个冠状沟直接秒掉。他这个地方很多人说，为什么那个墓碑掉下来砸不死他？这就是一个无敌位啊！这就是个无敌位，贼恶心啊，相当恶心的啊！过关了，防弹衣就修复了。你比如说你过关了，这个上面不是0吗？一个 F 是子弹的存子弹的意思，0就是0，然后过关了变2了，你看。但是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的丧尸兄弟他过关了还是丧尸？然后一个丧尸一个丧尸戴着个头盔啊，当然现在没了啊，现在没了。但这个设定，这设定好有意思啊。好，来看看，直接走水路啊。这个地方很多人愿意炸鱼，不过呢，这个摊分是这么玩啊，不摊分咱们就不玩了。啊，这一关的音乐是独特的音乐啊，你只有走这个地方才有这个音乐，非常的摇滚，还是那种变奏摇滚啊。摊分是要走这个路的，兄弟们啊。等等等等，哎，刚才我们歪刀的人一个元宵卡让坠了啊，元宵卡直接坠了。重击是什么？不知道啊。啊，这个也是利用了载具无敌的效果，在船上啊用载具跳起来，主要的方法就是必须要在底部，你才能把这个打开，跳出去再跳进去。载具无敌的这个设定呢，我觉得应该是官方有意而为之的。从他做第一步开始，他就知道是这么设计的，刻意设计成这个样子的啊。好，直接过图。噔噔噔噔噔噔。有这个自导，好，你看，这就是防弹衣牛逼之处啊，直接就被打回来。如果是废物的话，好像是直接一个立正，是不是啊？噔噔噔，他们好像喜欢喝酒。官方的设定，他们的能力是用载具非常牛逼啊。说白了，开车呀、开坦克啊、开飞机啊，非常厉害。就包括合金弹头那个操控那个大型高达，也是他嘛伤害高。而这个其他人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能力。我想知道在这里能不能养鸡。美少女视频得过一阵上传吧，这一阵肯定是传不了了，因为明天还要出去嘛啊。Lazy guy， 感觉扔的这个雷好帅啊，这个雷啊。这关的 BOSS 是一个机械娃娃，我们看看一会儿怎么说啊。公鸡能养吗？下蛋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啊，再来个侧面的，方便剪辑啊。好，这个地方是要给一个载具的啊。这个载具打掉了，为什么可以直接踩，而且还是满血的？其他的载具你打爆了也没有。这个载具牛逼就牛逼在可以近战，也可以这个就是你本来有什么武器可以配合这个载具的。
这个载具有点像那个大伙儿看没看过那个游戏？不，有那个电影叫《明日边缘》，阿汤哥啊，无限循环那个啊，哎，有点像那个的载具。我这傻干是真狠，一个是傻干啊，一个是傻干，一个是这个核弹炮。好的，机械娃娃一顿切换啊，这也是老切换了。如果是一个傻干切那个什么啊，傻干切那个燃烧弹，效果非常好。还有30颗手雷的啊，镭射眼，还有一个防弹衣，但是打不了炮啊，防弹衣挡不了大炮啊，两个防弹衣可能一下就死了。一会儿他要是你看还剩20多个手雷，如果他直接召唤胸中有一个导弹出来的话，直接就可以秒他。哎，就这儿直接雷，哎，他从自己的胸前拿出一个导弹，就是他死的开始。这个切枪这个事儿是真赖啊，2个傻干也可以切，你一个傻干加另外一个傻干，一顿切的通无断续的伤害也非常高的啊。原版是不能换枪的啊，只有轻版或者说其他的改版，把所有的功能全加进来了之后才能换啊。这都是合金弹头6以后的功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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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我感觉防弹衣也是让大家伙容错的啊。什么叫容错呢？就是有的时候咱们确实发挥不好，容易死命。死命有什么难处呢啊？死完命之后，你的子弹，对吧？你的子弹还有你的雷全没了，这一点对于玩家来说是致命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怕的是死命了之后东西没有了，这一点是对吧？要跟大家伙说清楚了啊。所以说呢，他整了这么一个防弹衣，不得不承认有一些变态的改版啊，就是给了你防弹衣也非常难，但是呢，不给你防弹衣岂不是更难吗？对不对？噔噔噔。哎呦，这个骆驼跑得太快了啊！哎，最难受的不是怕这些飞机坦克，最难受怕这些小兵撇这个抛物线的这个手榴弹。我们看看走什么路线，好，走里面，应该是要走日本兵啊，走日本兵的话挺好玩的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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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虫子路线啊，看的有点腻歪了啊。好，看来是要走虫路线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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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窝。好，直接进屋吧。虫子路线啊，还是虫子路线，特别喜欢走日本兵路线啊，一堆那个神风敢死队。其实你们只知道神风敢死队，你们不知道还有一个樱花敢死队啊。但这个樱花敢死队呢，就是非常悲惨了啊。梆梆梆梆梆梆。手榴弹为啥是可乐罐？那不是可乐罐啊，那是电池，那是那个 NEO 的电池啊。噔噔噔噔噔噔，神风敢死队。嘿嘿。哎，这个虫子说句实在话啊，一看就是高蛋白，真的。贝爷狂喜，贝爷看到了这个不得老高兴了啊，一顿吃啊。哎，我想问一下，贝爷就是拍这种节目野外求生的，我想请问一下，他是不是真吃上瘾了？他是因为节目效果没办法，他必须得吃，还是因为是真吃上瘾了？真的啊。好，来这一下防弹衣。
打野百里玄策整两把。我们是一会儿我们解说完这个啊，可以打一道王者的。然后我们联系了一个这个1万多战力的这个对吧？16000战力的这个马可啊，雷拳扔了，好啊，小钻头啊，小钻头。好像据说贝爷说吃不了那个咱们中国的一些东西，据说吃不了咱们中国的皮蛋啊，就是松花蛋，他说吃不了，对吧？臭豆腐、皮蛋什么的啊。感觉吃皮蛋这个事儿，我说句实话，我们管它叫松花蛋。我们下酒菜里面有一个巅峰的菜叫做老醋松花蛋。啊，相当的好吃啊！老醋松花蛋，老醋萝卜皮，蚕蛹能吃吗？当然能吃了啊！哎呦我去，这个钻头长度可以啊！噔噔噔噔噔噔。皮蛋瘦肉粥啊，那你说皮蛋瘦肉粥怎么说？皮蛋烧鸭粥，老醋皮蛋，或者说是那个，或者皮蛋瘦肉粥，对吧？老醋皮蛋里面还得放点花生米啊。很多人说放花生米是为了吃花生米吗？不是，真的啊，花生米啊，就生花生米往里一拌，它有味儿。就是这个花生米，它往里拌，它有一种花生米的味道。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就比如说，包括吃那个水煮鱼，很多人吃水煮鱼啊，这个说我不吃豆芽，为什么要往里放豆芽？调味儿啊。这个子弹反弹是因为那个什么啊？子弹反弹是因为那个壳非常硬，所以说能反弹啊。还有我白色内裤的小娃娃。哎呦我这个钻头帅哥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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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Thank you。我感觉这个外星那个应该说火星人的实验基地里面，尽管把这些动物都加强了，为什么还要抓这些老头呢？你抓这些老头有什么目的吗？啊？好，我们看看450发 Lazy Gun， 他要不要卡龙？他应该有火吗？我不知道他要不要卡龙的啊。先是龙，我操，什么情况？我就这个版本，小黄，我操，这是太阳神还是财神呢，兄弟们？大哥，这个小黄，喂，我操，发生什么事了？哎，这不天降福利吗？哎我操！哎我操！哎呦我操！掉下来的红色的东西全是 Margo。我操！发生什么事了？掉下来的红色东西全是 Margo 啊！哎，好，哎，没办法，掉不下去啊，咱掉不下去。但是咱们刚才看到了小黄，哎，这个小黄设计的有点嘚儿啊。那这没难度这个游戏啊，只要是小黄就没难度。你看。这游戏最难的是小黄，结果变成这个能量球。哎，你看，哎，好，金币是什么啊？金币就是金币。那小黄是这个逼样的，没难度啊。那小黄是那这个关太简单了啊，太简单了啊。勒这个。好，哎呀，这个不对，各种版本都不一样。你看，这回是金币，这回是金币啊，这回不是那个能量球了。我操，天降金币，这个太嗨了啊！太嗨了 ！Thank you。这个太阳神有意思啊，这个太阳神。这边版的我已经解说完了啊，已经解说完了啊。You great， 这个版本挺逗啊，他把这个 BOSS 给改了，巧妙的改动了一些东西啊，所以说最难的关卡就是这一关，但是你会发现他改的一点难度没有，兄弟们啊，
真的没有难度。当然我说的没有难度是你必须得会躲龙，你连龙都不会躲那不行，你得会躲龙啊。龙不会躲，我跟你说，你不要以为跟你开玩笑，龙还真的有人不会躲，比如说我就不会躲龙。好，这个就是所谓的最后一关。当当当当当当。可会躲瓦龙，这个角色是拉尔夫，不是，这是塔尔玛啊。塔尔玛是塔尔玛，拉尔夫是拉尔夫，这是两个部队的啊，两个部队的，你不要混了啊。我跟你们讲，这个塔尔玛应该是后来晋升的上尉，他最开始是中尉，然后马尔狗呢是上尉啊，然后怒队的那些人，哈比伦、魏加、这个利安娜、拉尔夫、克拉克，他们是另外的一个部队的啊。来这个游戏里面，严格来讲算是客串啊。噔噔噔，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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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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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其实我觉得这个小直升机就挺赖的，各种放雷。哎呦我操！我操，这个扔手榴弹这个小伙挺厉害呀啊，你挺灵巧啊，这个啊，传说中的王根生啊。以后还会给咱们飞机的啊，还会有飞机，不要慌。噔噔噔噔噔噔。感觉好像咱们在追着这个 Modern 将军，那个火星人假扮的 Modern 将军的这个部队。火星人有这么牛逼的变装术啊！变装术是狠。手榴弹打飞机，你操！手榴弹打飞机不算什么啊，对吧？拿弹弓打飞机。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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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曲儿多嗨呀，兄弟们啊！好 ，Come on, Germany！ 啊，这是无敌卫啊！这个无敌卫特别逗，你知道吧？咱也不知道咋想的，你看，拿咱们没招啊！这个徐锦江多可爱，感觉这个锦江确实可爱啊，帅哥啊！就是我长得这么帅却要掉头发，你们长得那么丑却不掉头发呢？为什么呢？ See you and hell，hell 应该是 see 应该是见鬼的意思是吧？啊，应该是见鬼的意思是不是啊？强者的发型，好，来看看，这是直升机。 啊，又是易拉罐啊！易拉罐这个确实难啊，它最难的就是易拉罐了。火星 Modern， 哎呦我操，直接怼着就可以打，这个设定挺狠的啊！ 我操，这个机枪哇，这个有点赖了。这个机枪，这我感觉这个版本简单了啊，这个版本真简单了。如果大伙在玩普通难度的，或者是更恶心的，可以选择玩那么简单难度的。感觉这个游戏没难度了啊，对不对？
啊 ，See you and hell 是地狱再见吧？啊，是这个意思是吗？啊。现在追着打没有用，他也不费血，对不对啊？我操，这个角度！死亡加特林，哎，你看，这就是防弹衣的作用了啊！这就是防弹衣的作用了，对吧？你有防弹衣，基本上就可以搞定。哎。哎，等会儿什么情况？是狠啊！噔噔噔噔，他妈的，怎么死了？发生什么事了？他一死，然后突然就啊变成一堆金币啊！发生什么事了？我操！好，一会儿艾瑞应该上场，应该是艾瑞救他吧？啊！那这个版本他妈谁都能一命是不是啊？好，艾瑞，太狠了啊！火箭升空，一级准备，二级准备，三级脱节，四级发射。英里啊，不是，他最开始严格来讲他是有防弹衣的，你知道吧？他最开始那个防弹衣肯定是没问题啊，但是呢，他被打了3下，我就不得不承认了啊。他这个是啥呢？他这个就但凡出金币，就说明他应该是死了啊，他但凡出金币应该是死了。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其实之前他是没死人了啊。之前咱们是有正常的防弹衣的，就是你看那个雷上面显示10，下面写的那个1，它是有防弹衣的啊。那他就是死了啊，就是这个版本特色，应该就是这个版本特色啊。你们也可以去挑战一下啊。感觉如果要是别人看不懂，你可以在线直播玩这个，然后呢，你会发现把老板坑了。老板比如说有人赞助玩，说啊谁能那个合金弹头3一命通关。啊，怎么样？然后呢？结果就玩这个版啊，然后就是这个版啊，带有非常浓厚的迷惑性啊，非常有迷惑性啊。好，这一上来这个一吃laser gun900多发，你看，吃laser gun900多发，你看。这是狠这个啊，40个傻干，怎么的？你也要学那个挤一下啊？这也要学挤一下的啊？太狠了，太狠了啊！开始加 D， 然后就可以调这个是吗？赖逼啊！比那个商店版还赖，是不是？那这个版可以娱乐啊，这版可以娱乐的啊！你们想玩，我感觉可以考虑一下啊。我操，直接就把枪切到9，这个laser gun直接一顿神切就能切到999，没有了再切啊，没有了再切。你看，
对吧？啊，这个球打得很快啊，这个球。我们无限激光，但是无限激光也不行，我觉得无限激光慢啊。激光是最面的一个这个武器之一了啊，咱不得不说啊，像那什么跳跳弹，什么小车，确实面，但是激光呢，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要真跟 F 啊，真跟 F， 甚至有的时候它比不上那个 H 的子弹，因为那个 H 的子弹呢可以斜着打，它不能斜着打。它那个不是加，它只要切枪切回 laser gun 就可以切到999。A B 一按就给随机，别闹了！你 A B 一按，他妈的这个载具不没了吗？这载具不都自爆了啊？谁知道他要解掉翅膀干什么？反正他随便一切换就可以切换回来。正常是为了吃那个 S， 如果你有 S 的话，可以吃那个翅膀啊，你可以挤掉一个翅膀，为了让它的攻击更圆滑输出啊。当当当！你看他现在切，是不是又能切到999？你看一下啊，没有，他吃的只是加一点子弹，他就是只要一切就能切好，没毛病的啊。这个版本我感觉可以去装逼玩啊，就是可以装逼的玩，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你只要装逼，对吧？用这个版本啊来练这个一命通关，它不仅那个，你像包括那个太阳神那个地方，居然是全都是发那个叫什么来着？荧光棒啊，不是荧光棒似的，发那个电光球，小黄是电光球，一点难度都没有啊！你站那不动，它都打不着你啊！你看一顿切999，它这是切出来的，利用地键切出来的啊！这个地方我知道肯定是要加速的啊，知道为什么要加速吗？因为如果要是像我当时我记得玩那个合金弹头3，我开那个金手指，然后呢，由于呢这个通关速度太快了，就在这个地图啊，你打得太快了，系统就会让你等一会儿，大概得等个20-30秒吧，你才能过下一个地图啊，设计的非常非常巧妙啊，对吧？我就不装了，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啊，对吧？不装了。知道吧？这个确实狠啊！可以拿这个版本去练啊，又不至于多尴尬，对吧？又不至于尴尬，全程不浪费那个隐身衣去了，不浪费防弹衣，就相当于一命，对不对？啊！我操，这个火力太牛了，这个火力啊！你看，哎呦我操，我感觉就这个惯性啊，一下扎到基地里，就这个速度，这个惯性，真事儿，没说的啊！啊，会发哈多肯，好像是。啊，我们看看这个laser gun没了之后能不能再切出来了？应该切不出来了啊，还能切吗 ？L 还有laser gun，他应该不切了啊，他不切了啊。对吧？本来想跟你们好好相处啊，不装了，我这亿万富翁我摊牌了啊！哎，你看老头会旋风腿，你说老头的旋风腿怎么说啊？老头旋风腿踢外星人，踢火星人。我想问一下，对吧？这个李连杰什么吴京啥的，跟这个火星人打，能不能用体术把火星人搞死？对不对？狮子头练不了，狮子头专门到模拟器上练啊。狮子头专门在模拟器那儿练。就练卡龙就完事儿了呗，你只要把龙卡住不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啊？
主要是卡龙。马化腾，嗨，你看啊，他叫来俩保镖，然后给送了两个东西，然后保镖走了，啊，不是，他这个不对啊，正常应该是保镖走了，走完了之后呢，然后把他落在这儿了，然后下来又把他求走了啊，应该是这么一个设计啊。不知道成绩啊，好像是问这个我不知道不认识你更，但凡说不知道了还要继续问的，我是真服了啊！花裤衩太惨了，真的，他被电了这么长时间了，他都电不死，我感觉真的啊，这个 modem 是有点东西的啊，这个 modem 绝对是有点东西的啊！当当当当当当，梆梆梆梆梆。应该是马化腾啊，应该是马化腾。你说这个外星人一整全整成八爪鱼的状态，外星人就不能是人吗？啊，比如说人类的祖先什么的啊。好，他就想拖这个，没拖出来，明显是没拖出来啊。这小兵真笨啊，打我的时候挺聪明的啊。当当当当当当当。Mobile Satellite， 这个太狠了，这个啊！当当当当当当，这个子弹觉得是特别嘚儿的啊！它这个子弹虽然说咱们可以开小手枪，但是呢，你会发现伤害还是不行，伤害太少了啊！你说它是自动的吧，也没啥用，对吧？也没啥用，是跟踪的，有啥用呢？好的，这老头裤衩子里面3T 包子啊，还是酸菜肉的啊。裤衩子里一个老头，你能想到一个老头的裤衩里面有3个那妈的酸菜肉馅包子吗？服了啊！好，废防弹衣了，你看，这个地方很多人为什么这么打啊？为什么不赶紧进去？他如果有 F 的话，一发子弹他就可以直接下去。他现在的玩法是先把这些小蜘蛛先清光，这些小蜘蛛是有限的啊，小蜘蛛是有限的。我操，这个门这么难打的啊！好，感谢我们的人工智能装笔赠送我拿了2手元宵卡，多谢啊！干他就完了。这个精神力战法，你看啊。这个火星之根多多少少啊，也是要跳一下，你看，哇塞，这个伤害，泰森的弟弟叫泰爆啊，也没对啊，好，来看看这个地方给什么载具。作为一个改版，这个地方的载具应该改的稍微的屌一屌啊。好，给的是一个坦克。吃这个松花蛋，据说也能吃成胖子啊。你管这个东西叫啥？机械大蚂蚱子，对吧？机械蚂蚱。啊妈 ，abuser 什么玩意儿？跳，跳！哎，这外星人收集那个三道鳞鲤鱼啊，你看直接变大了。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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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后面出怪是真讨厌啊！当当当当。你看这鱼，这可以做水煮鱼啊！这是可以做水煮鱼的啊！哎，你就说那个美国人不愿意吃淡水鱼是吗？对吧？如果派几个中国厨子去啊，水煮鱼、酸菜鱼什么的，对吧？那无敌了啊！搁这干哈呢？搁这儿？精神病啊！看不懂是不是啊？没有骆驼牛逼，有坦克不如给个骆驼，是不是啊？哎，感觉这个他妈怎么这么一看像粉色头发一样啊？头发都粉了，看没看见？像什么小龙虾，什么那个生蚝，什么螃蟹啊，各种那个泛滥，对吧？咱不排除有一些地方确实它有一些重金属超标不能吃啊，确实不能吃啊，有一些被污染的，但是大多数地方是能吃的，但凡它能吃，什么物种泛滥啊，这就别闹了，什么物种入侵啊，这个它喷火你得跳啊，你必须得跳。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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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的地方不吃动物内脏啊，包括像动物的那个，比如说我就听说啊，那个在欧洲啊，就是没有人吃猪蹄儿啊，我就说句啥猪蹄子，你知道吧？就是猪脚、猪手，你怎么叫都行。哎，猪蹄没有人吃啊，我就感觉好像我说句实在话啊，猪身上东西，猪蹄儿其实算贵的。猪蹄儿那么多骨头还卖那么贵，尤其是你看咱们做的那个，对吧？那种熟食，咱用猪蹄儿下酒，对吧？是吧？猪蹄儿不吃啊，服了啊！他们不会做啊。我觉得猪蹄儿肯定是好吃啊。猪身上最贵的地方是哪？应该是猪尾巴最贵，是不是？最贵的地方应该是猪尾巴，对吧？平均下来按重量算啊。但是性价比最高的，我感觉应该是护心肉和猪蹄儿。Brain shot。好，这个雷还长腿儿，你看这个雷，啊，还长腿儿呢啊！蛇口条呗，口条我还好吧，我觉得口条还好啊。口条的话，我经常吃，口条没那么贵啊。啊，你别告诉我你要在这里倒两个那个啊，对，你不倒就行啊。但凡用这个倒的，这真的嘚儿啊！啊，一顿刷，哎，大哥什么情况？来，你看啊，这他妈不是作弊，给 F 刷了他妈的999发，我操，999个燃烧弹还玩你妹了！赖逼啊！他要等那个地没有了才再走，真赖啊！
我觉得要我选择的话啊，其实，现在减肥咱不说了，但是这个，猪蹄儿啊，确实是啊。好，看看塔尔玛是不是也要踢？塔尔玛对这个机械原理非常好，他要不要踢电脑？不好，踢一脚。哎，对，塔尔玛有点踢一脚啊，他有点踢的啊。好，一顿刷 F 啊，用载具刷，赖逼，这900多个 F 随便玩了啊！这火星之根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危险，他不知道地球人啊，这个放火烧山，牢底坐穿啊！好。好像子弹的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了呢？啊，子弹没有那么多了啊！你看取消掉了，没了啊，没了，没大伙想象中的那么那啥啊！一个青蛙。那个青蛙的话是整个这个是青蛙是好的，给这里切。青蛙是整个这个游戏当中，应该说它这个青蛙是加分最多的，一下能加5万分了。这个青蛙啊，对，它是在每一个载具身上刷不同的枪啊。S 和 F 一顿切，那也快，真的那也快，对吧？他们都出来了，一顿切，哎呀哎呀。他其实站的位置淫荡的话，他是可以不用这个，他是可以不用那个什么的，不用站到啊，对，就站在刚才那个位置上是不用跳那个脑电波的啊，他是可以不用跳脑电波。好的，直接打爆脑花啊，41秒还有，他就把大脑打掉了。这个火星之根死的太惨了。好的，那么就是这么一个版本，这个版本看起来适合大家伙娱乐啊。不过呢，那个。那什么挺有意思的，那个太阳神那个地方啊，红烧狮子头非常逗啊，大家伙儿有心情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么就不多说了啊，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下期再见吧。